千万不要再乱买弹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嗨，大家好，我是上官。以下车型的车主一般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换弹簧，尤其是换前避震的弹簧，因为它的阻尼不可调，或者是效果比较差，骑起来又比较软，所以车主想去换弹簧。那么有哪些车主呢？比如说 KTM 790、800NK 450NK，类似这种前避震不可调，或者是调起来效果很差整体比较软的，在他们想去改善前避震支撑性的时候，换弹簧是他们的第一选项，因为可以花相对比较少的钱去获得一个小小的提升。这个想法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去买的弹簧和他们的应用场景是不匹配的。那我们这里以 KTM 790为例，因为790的前避震是不可调的，于是车主想要通过换弹簧的方式让自己的前避震获得比较好的支撑性，这个想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他买弹簧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首先出问题的地方在于他的需求是跑山，或者说我的需求是很激进的，绝不是路上慢悠悠的骑或者是很舒适的骑，所以他在激进骑行的时候一定需要我们前避震有比较好的支撑性，这个毋庸置疑，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么他就去网上找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它是单独会在卖弹簧的。于是车主去买了这个比较知名牌子的弹簧，装在了他的车上。但是这个弹簧和他需求的弹簧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比较知名的牌子，它卖的弹簧叫渐进式弹簧，如图所示，一头的螺纹是比较密的，另外一头的螺纹是比较疏的。虽然我拿的这个案例是后避震的，但是前避震的弹簧的造型也是这样的啊。咱们举一反三，所以在他把渐进式的弹簧装在他前避震的时候，这段离得比较密的螺纹，它的弹簧力是很软的，只有下边这一段比较疏的地方才会上劲儿。所以在骑行的过程中，他获得的最大的体感是在我们捏刹车的前段支撑性依旧比较差，只有在他重刹或者是前避震吃的行程比较多的时候，下边这段疏的，也就是弹簧力比较大的部分，它生效的会更明显。所以它原本需要的是我重刹的时候，在任何力量、任何速度下，我都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支撑性的提升。但是因为它买的弹簧不是等距弹簧，不是压缩的整体过程中它的弹簧力是均匀向上的，而是这样向上的。渐进式的弹簧并不适合用在激进的骑行中，那它应该用在哪儿呢？就是我日常的需求是舒适的，我轻微的刹车，我缓缓的刹车，我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滤震效果。但是当我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猛刹，那么弹簧下边的这个比较疏的这个螺纹也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支撑性，让我不至于触底。这个是渐进式弹簧的应用场景。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就能明白我的意思，当车主的需求和弹簧的实际应用场景相斥的时候，是不会获得他需要的那个效果的，反而可能会比他自己原车的更差。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买弹簧的时候一定分清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的需求是激进的，不要买渐进式弹簧；如果你的需求是日常舒适，应对紧急状态下，或者是重刹的时候、急刹的时候，我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支撑性，且我的前避震不能调节其他东西，那我去买一个渐进式的弹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里的搭配它发生了问题，不是说这个知名牌子它生产弹簧不好，也不是车主的实际需求不好，而是他们的配搭出现了问题。好，关注我，了解更多机制知识，我们下期见了，拜拜。